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一直说美股存在反弹机会，那么在昨天晚间，美股上涨了0.87%，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反弹。那么这轮反弹，我们认为它是源自于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一旦发生日线级别有悟空阴线、八金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下跌西游之后，那么就有可能发生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反弹动作。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所以呢反弹的可能性就是在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那在昨天晚间出现的这波反弹，我们把时间级别敲到小线级别上之后，可以看到本轮的反弹是一波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动作小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么一轮小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它的时间级别如果能够升级到4小时级别，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就可能出现一轮反弹动作。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10月6日晚间21点30分开始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下轮行情就有机会在4小时级别上打到34000点附近重新企稳，然后走出一轮多头的行情。同时呢，昨天晚间有个非农数据公布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非农数据是远高于预期的。这个远高于预期呢，证明就业形势很好，是一个利好。很多人误解为利空，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利好。所以呢，美股在昨天晚上有了一个0.87%的反弹动作。那在昨天晚间的行情当中，比特币一度跟随美股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这个回落的时间点刚好是晚间8点到9点这个时间点出现快速回落之后，随着美股的企稳，比特币也重新上攻了$28,000。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调到日线级别上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28,000非常关键存在。这个位置存在3重压力位。首先呢是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在$28,000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也是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这里的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遇阻又开始回落，但是这里的遇阻回落我们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前面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突破，所以呢回落的幅度也不会很大。这里的突破呢发生在10月1日，也就是说10月的比特币月对比特币的价格还是构成非常强烈的利好的那么在11之前，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收敛三角形，主要是由一个突破之后形成了一个多头的筹码公约区，然后对这个多头的在$28,000到$32,000这样的一个缺口上进行了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之后构成了这个大开口的红色线和白色线这里的红色线和注意看图和这里的白色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交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突破之后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震荡区间就从28,000到27,000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突破之后的这个区间开始不断横盘震荡。那么越往后走，它的结构重新发生变化之后，我们打开BTC 的永续，我们可以看这里这是一个新图因为老图和新图是有一些地方重合的，会有一些乱所以呢我把这个图重新画了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红色线波谷连线和底部的这个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是目前比特币正在运行的一个区间。那么在10月中旬到10月底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间点将要到达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我们认为一段行情走到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之后，会发生大概率的变盘。那么随着美股即将发生的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反弹预期，同时呢比特币月将要发生变盘这个预期，所以呢我们预判比特币会有一轮比特币月的行情。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可以看到周线级别在6月19日这周走出的这个悟空阳线目前所有的震荡呢持续到10月中旬了，目前已经是依然处在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预期这是在多头发育之后的调整和震荡我们看到悟空阳线6月19日这周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后面的所有的 K 线都处在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悟空阳线所遇到的妖怪 K 线。那么悟空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大概率上方会走出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所以呢，目前在周线级别上仍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同时呢，我们回溯一下本轮在23年1月份的行情当中就有过同等的经历。那么我们看到23年1月走出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那么上方走八戒阳线，八戒阳线同样遇到一组妖怪 K 线，在八戒阳线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走出沙僧阳线。沙僧阳线在出现之后，经历了3周的震荡
经历了3周的妖怪 K 线、干扰性 K 线，最终呢走出了唐僧阳线。那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然后重新酝酿它的一个多头的 K 线，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6月19日的这个悟空阳线。因此呢，在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目前我们只是在周线上经历了过多的干扰啊，整体趋势依然处在一个多头趋势当中，并且比特币的强势在哪儿呢？我们看啊，道琼斯工业指数接连数周出现快速下杀调整，并且在周线级别上已经打到了白色线169周均线之后啊，它是一个下跌的过程。但你看啊，比特币的强势在哪儿呢？它在周线级别上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只是受到了干扰啊，并没有将这个悟空阳线斩杀掉。所以呢，悟空阳线存活的条件下，我们依然是有多头的预期的啊。因此呢，很多人啊，包括我们今天粉丝群有人提问，就是说啊，10月份会不会出现暴跌呢？我认为啊，只要不跌破$26,500这个关键性的支撑位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画出来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不跌破的话，行情在区间震荡完成之后，进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之后啊，会有很大可能性出现突破。因为我们知道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这是股票市场当中的老话，同样可以用在这个数字货币市场啊。横盘久了，自然要上涨啊，只要不跌破关键性的结构位置。然后呢，本轮行情最重要的盘眼是 TRB 啊，一直在热搜榜当中啊，今天又窜到了榜1大哥的位置。那么 TRB 是本轮行情当中最强势币种之一。我们看到啊，它的上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洗完成之后，做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那么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当中的一个八戒阳线势力范围。我们看到这个八戒阳线走出来之后，日线级别站上了68.316的高点啊，高点出现之后，八戒阳线随即受到干扰性 K 线的波及，然后把时间级别要切换到4小时级别，就可以看到啊，它的这组干扰性 K 线已经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下方的这个水位上，在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上构成了一定的支撑。4小时级别144均线，我们用黄色线啊，注意看图这里啊 ，MA 144，我们用黄色线画了出来，这里存在支撑，然后遇到支撑位，同时也遇到了美股反弹，遇到了比特币的反弹 ，TRB 作为龙头币种再次上蹿了上来。重新回到了$50上方。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刚才分析了日线级别上存在一个八戒阳线，然后八戒阳线遇到了一组妖怪 K 线，八戒阳线依然存活的条件下，上方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的这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洗油。同时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那么周线级别上有预期走出唐僧阳线，最终呢它的目标点位$80附近啊，会到达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上 TRB 也走的非常强势，底部出现量价齐升，但是呢，毕竟呢，它经历了一轮上涨之后，处在一个相对的高的位置，因此呢，谨慎参与分仓进场，设置止损是目前对于 TRB 的操作啊应该做的。同时呢，昨天也分析了一个 LQTY 啊，这个名字非常拗口，但在各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它首先是从小线级别开始突破的，小线级别这里50均线、10均线站上144、169，出现了一个金叉之后一路上涨，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小时间级别完成突破之后，开启了一段4小时级别行情。那么目前呢，它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做到了一个突破性动作，这里的突破性动作呢，指的是日线级别的50均线、10均线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目前正在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对于 LQTY 来说，它是一个 Binance 平台上的一个次新币种，有量价齐升的这个趋势之后呢，一直在不断上涨的途中。那么参与的方式呢很简单，我们认为它会存在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么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只要是在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走出一个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吸油，踩到小日线级别144均线或者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附近啊，分别是2个可以进场的位置，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理解这些话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